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杰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现在人在三湾，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训练方法。乳酸阈值的概念，乳酸阈值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要解释乳酸阈值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探讨一个物理现象。这有一个水壶，这个水壶是 Attack First。然后上面还有卢少轩的签名。卢少轩是上次197被我鼻涕喷到那个。卢少轩，不好意思，鼻涕射到你。首先呢，我先在 Attack First 的水壶这边下面挖一个洞，然后这边刚好有水源。我们来探讨一下物理现象。上面在灌水的时候，下面就有水漏出来嘛，所以这个水壶里面水的状态，它会根据我们灌水的速度跟漏水的速度来决定里面水壶水的状态。假设我们灌慢一点呢，譬如说这个水滴很慢，进水量的速度小于出水量的速度，这个水壶里面的水就会慢慢减少。假设呢，我们灌水量比较快，比较大管，灌水量大于水出的速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壶里面的水就会越来越多，甚至会满出来。现在水已经满出来了，已经爆满了。就算这下面有在漏洞，可是它已经爆满了。这个简单的物理现象其实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机制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就是乳酸。我们身体呢，其实无时无刻都会分泌乳酸，包含我现在就算站在这边，我也会分泌乳酸。我们身体会有个机制去把乳酸代谢的机制。我现在站在这边，分泌乳酸很少，非常少，所以我不会觉得酸啊，因为它马上就代谢掉了。我们从这边得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很多人呢说什么排乳酸期，没有那种东西。尤其我看有一些 YouTuber， 你说排乳酸期不对，就是说你今天骑得很累，你明天想要缓和期，那叫排乳酸期不对，因为我们身体永远在排乳酸，这个是书上教的。其实要是你在拉高强度的时候呢，就会分泌乳酸，灌水速度很快，这个就可以想象我们的功率输出啊。假设这是250瓦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杯的水越来越满，那这时候我就觉得酸了，喘了，这个洞很重要，我这个洞还扛不扛得住平均功率250瓦的持续输出一直来？这个洞呢，到底要怎么练大？这个水杯是处于恐怖的平衡，有点满又不会太满，刚刚好那个分量，维持个30分钟到1小时，你这个洞就会变大一点点。我们在骑乘的过程，怎么去观察这个灌水的速度？这个就是要牵涉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了。Garmin Rally RS210的功率计，我现在已经把它装在上面了。从刚才那个物理现象，我们可以知道功率计非常重要，它就是在监测你那个灌水的速度。Garmin 这个功率计呢，它新出的，可以用 USB 充电，这个 Type C 吸上去，这很简单啊。然后一次大概可以使用90个小时。这一版功率计 RS210又比前一代轻了大概10克，所以我们知道 Garmin 功率计好用的地方了。功率计非常重要，就是在侦测那个灌水的速度。你要变强了，让身体取得一个恐怖的平衡，维持30分钟、40分钟、50分钟、1小时、2小时，看路线不一定，你这个洞就会变大一点点。我训练原理解释了差不多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示范一下要怎么做乳酸阈值的训练。现在在三湾这边有一个路线很不错 ，Strava 路段三湾124 17.69公里，平均坡度0%，几乎没有红绿灯，然后都是右转，所以我们可以永远不要停，可以持续的输出。以乳酸阈值的训练而言，持续输出非常重要。我们必须要先找一个没有红绿灯的路段，因为你才能持续输出啊。因为你一停红绿灯，你就没有踩了，你就没有输出了，或是变很小，又会漏下去，这个对训练效果又不好。我们也希望维持水杯9分满的状态是越久越好。我们可以永远不要停，一个人那边一直绕圈圈，绕到爆。可是呢，这样子太辛苦，我决定找我的好朋友。脖子也是用 Garmin 踏板功率计嘛，你是用前一代嘛，我们2个人会轮流顶峰，那一人负责1圈。顶峰那位呢，它大概会维持到8分满到8.5分满、9分满，也许是210瓦。吸在后面的会这样子，因为吸在后面比较轻松嘛，也许150瓦、160瓦就可以吸得住。顶峰的在练完1圈之后呢，大概30分钟出头就换人。我自己觉得可以绕几圈？6圈吧，6圈就是将近100公里哦。无论如何，这个做完就是一个很有效率的训练。30分钟8.5分满，你这个洞就会大一点点。以乳酸阈值而言，就是一个有效率的训练。我就这样一直做而已啊。如果你们觉得我骑得还不错，我就这样子搞而已啊。这个就是三湾124，俗称三湾绕圈的起点。
从这边就会绕一圈，17.69公里。这个岔路口加油站的那根电线杆，这边就是起点，然后这边是终点，所以可以无限轮回、无限绕圈。我们期待今天的训练。好，走喽，训练开始喽。我们第一圈由博士先顶峰，他先设定一个功率值。今天天气不错，温度23度。秋天是最适合训练的天气，有点凉又不会太凉，刚刚好那个温度。这时候我吸在脖子后面，基本上就是休息。以刚才那个水杯理论而言，大概就是4分满到5分满的位置，还算轻松。我们现在从3湾往南转，这边我们俗称旧路，这是以前的旧路。然后等一下我们会走新路回来，3分半，平均功率169瓦。很轻松，因为吸在后面轻松很多。前面这个岔路口，包括看到这边左转进去圆光寺，我很喜欢骑的一条路，没有汽车，然后有爬坡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路线。大概要骑16分钟到20分钟，重点是要挑没有汽车。你没有汽车，你那个水管那个水龙头才能一直打开啊。还有没有红绿灯啊？你一停红绿灯停下来，那个水龙头就关起来。我们继续往前推进，现在9分50秒，平均功率187瓦。刚好有施工。等一下经过这个村落之后，就要准备回头了。爬坡结束，这时候会有一个缓下坡。不过以我们训练而言，这边缓下坡还是要一直踩，就是你要让那个水龙头的水保持持续输出，这样才会是一个有效率的训练。前面左转回去南庄，我们要右转回3湾，这时候采取外内外。脖子的过弯技巧真的是很弱的，这边都要刹车，这边其实都不应该刹车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回3湾，前面左边是苏维拉庄园，这边上去很陡，大概骑10分钟，超陡。这边有卖木瓜，自产鸿飞木瓜，前面有个小土丘要靠上去，这个闪红灯我们要左转。哇，飞机跑道，飞机跑道完并入毛蟹，这边有产螃蟹哦，3湾也有产螃蟹。活鱼套餐699，这边右转，剩500公尺。爬上这个坡就完成一圈的3湾124，俗称3湾绕圈。第一圈31分11秒，平均功率227，我157瓦而已呢，所以差70瓦。换我了，先不要这么高。第二圈30分32秒，平均功率191，我是232瓦。第3圈开始喽，哇，休息休息。刚才大概就是我的水杯状态是8.5分嘛，到9分嘛，又回到圆光寺的岔路口了。第3圈一半，下一圈我看我定在235瓦好了，然后最后一圈再靠到爆。哇，下坡路，我们又来到苏维拉庄园的岔路口。改天再带大家去苏维拉庄园上面走走，这边回去就好骑多了，是下坡。我们要左转往3湾，右转是刚才那个村庄那边。哦，下坡路，绿灯刚好通过。我们在 7-Eleven 田野门市这边，刚好要右转，刚好绿灯，外内外。对，你看这样外内外就不用停脚。第3圈。31分01，平均功率231，我是160瓦。第4圈开始，第4圈29分57秒，平均功率200瓦，我是244瓦。第5圈开始了，哦，有点忙了，哇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们又回到这个圆光寺的岔路口啊，今天第5次路过这边了，转圈圈了，190瓦。脖子好像都骑不到29分开头呢。脖子最近比较打昏一点，啊，又来到这个隧道喽。这个大哥今天看到我们5次了。哎，学弟，你都骑不到29开头，累了，跑开喽。看起来这个学弟最近有点荒废啊，我都荒废了，你更荒废，要认真的啦。接下来冬天把握时间啦，我们来功率训练一下。打有氧，这个就是打有氧的一种。打有氧很有效率，一定要定功率。打有氧不是拉赛骑，一定要定功率，要定住啊！最好有人督促，像这样子学长学弟制，
督促脖子。我们过了这个应该是甜美部落，接下来要下坡了。哦，下坡路。我们刚才又经过苏维拉庄园的岔路口，经过5次了。到底是谁发明这种练法的？真的天才！下坡，下坡。哦，又来到这个爬坡了。这个坡爬了第5次了。爬坡爬完了，下坡。哦，刚好绿灯，剩4.2公里，完成第5圈。前面这个学弟看起来快 Q 了。Q 去就可以扛掉啊，骑不动啊。我们即将完成第5圈，剩660公尺。前面那个红绿灯刚好可以转，我们到的时候刚好绿灯，都算得刚刚好。第5圈30分53，平均功率229。这个学弟 KBCL， 有好水吗？喝完直接插你那边。最后1圈了，快停！今天3弯绕圈6圈的数据如下，我跟博智的 Garmin 码表只开了以下这几个数据来看：即时功率、单圈功率、末圈功率、单圈时间、末圈时间。所以我们在骑乘的当下，可以及时掌控每一圈的平均功率。如果还不知道单圈功率观念的观众，可以去复习一下这部影片。我在这部影片中有详细解释。总结而言，我跟博智利用了 Garmin 功率踏板跟 Garmin 码表，做了3个小时非常有效率的训练。Garmin 的产品真的是太棒啦！第6圈2919，平均功率207 ，KBCL 1枪100公里，谁发明的课表？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所以各位 be careful， Garmin 的功率计买下去。RS210， 如果你有预算考量的话，可以买 RS110那个单边的，不过双边的也不错，3万多。如果会进步贵没关系啦，像博智也用 Garmin 的，好用吗？好用。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去刚才那个地方收尾。像这种骑多个 lap 的 Garmin 的码表有这个可以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第1圈31分半，平均功率158；第2圈31分半232；第3圈30分半160瓦；第4圈29分为243瓦；第5圈31分23秒161瓦；然后第6圈29分20秒252瓦。这就是今天的成绩单。1枪100公里，虐啊，没有休息啊。我们现在人在3湾国小，3湾这边应该都是客家人。客家人呢很喜欢晒东西哦。这个是闻起来很香哦，酸菜啦，就是我们那个酸菜排骨汤啊，这个拿来炖排骨很好吃哦。不知道为什么客家人喜欢这样子腌菜吗？不知道。因为客家人都 Jason， 所以他们会把菜弄咸一点，可以配比较多饭，就是一点点菜就可以配很多饭了，饭比较便宜嘛，菜比较贵。闽南语有一句话是这么讲的：菜加够不够，过来拍光。好，譬如说你现在钱你就这么一点点，你还买很贵的脚踏车，就可以说菜加够不够，过来拍光。我们再看一下。我们来观察一下农业考察，这个呢是萝卜干，白萝卜，它把它晒干就这样。这个客家话叫老排骨，这个车加有搞，所以让会当拍光。所以我们农业考察完，来再看一下，哇，这个晒得很干哦。这个是现在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应该是拿来配牛肉面的话会很好吃。好，我们复习一下，刚才呢我们的训练是这样 ：Lap 1我在休息 ，Lap 2呢。大概是8分满，经过30分钟230瓦，我这个动作又会大一点点。然后 Lap 3呢，我又休息，又回到这边休息。那 Lap 4呢，244瓦嘛，9分满，经过29分244瓦的训练之后，我这个洞呢又再大一点点。Lap 5呢，我又休息。Lap 6呢，29分出251瓦，然后我这个洞又再大一点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弄了3次，经过这3枪的训练之后，我这个乳酸阈值呢又再大了一点点。今天呢，平均而言，我骑得比博智好。博智这学点白目，都骑不到29分开头，白开了，因为博智疏于训练。博智疏于训练呢，这个洞缩起来了。它最顶尖的时刻是 FXT 的时刻，这个洞会变大。现在它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就这样子缩起来，这个要持续训练哦。接下来冬天了，冬天各位好好利用冬天的时间打底。Garmin Rally RS210买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冬天，好好做冬训的动作。不是你明年 FXT 要比吗？还不确定。明年 FXT 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，可是我只敢保证 FXT 的终点合欢山主峰100%哭成一片。我跟各位解释一下，顺便跟你解释一下。
为什么 FXT 我没有剪你？你太慢了，你是第4名嘛？那我第40名要不要剪？我们还是喜欢看第1名跟第2名。可是呢，我这边保留很珍贵的影像资料，就是博智跟我在合欢山主峰哭的画面。有没有人想看博智跟我在合欢山主峰一起哭的画面？我们放会员专属影片，会员福利哦。Garmin 功率计 Rally RS 210开箱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